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萧炎的脚步一顿，他的前方有3道身着黑袍的身影，一道略显阴柔的笑声传出：“你便是萧族的那个萧炎？”萧炎感受到这3人身上一股魂殿的臭味，脸色瞬间阴沉。看到萧炎一脸的冰冷，黑袍人让他不用做出这副模样，抓捕萧炎的任务不该他来，所以他不会插手。到这里来，只不过是想看看当年将魂族死死压制的萧族，现在落魄成了什么样。顺便再警告萧炎一句，和魂族作对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萧炎平淡地说：“放心，迟早有一天，这句话你会自己吞回去的。”黑袍人轻声一笑，他想萧炎最后的结局应该会和萧玄差不多。他还让萧炎记住自己的名字魂牙。当年重伤萧玄，并且导致他最终陨落的人之一，便是他的先祖。魂牙大言不惭地说，萧炎也会由他了结，这是萧炎无法逃避的宿命。说罢，他的身形慢慢变得虚幻，直到彻底消失。萧炎面无表情地朝着厢房而去，袖袍中的手掌紧握。古界中有着先祖萧玄的墓地，他决定就让那里成为魂牙葬身之地。小医仙等人从萧炎的背影察觉到一抹杀意，他们相信那个叫魂牙的家伙会后悔的。3天后，便是古界大门打开之时，萧炎一行人整装待发，来到了古圣城的中心处。古训长老大声说，等他们进入古界，自会有人将他们送往古界中心的古圣山脉。另外，他希望在场的人不要干扰古族的异民，否则将会被古族列入黑名单中。古族的异民是古族的最底层，但也是最重要的一层。他们的体内都拥有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斗帝血脉，但也会有一些意外或者变异的事，导致血脉之力变强。这种人一经发现，便会身价暴涨，成为真正的古族之人。也是这些无限的新鲜血液，让古族长久不衰。黑眼军2统领林朽看见萧炎一行人朝空间大门走来，脚步轻轻一跨，刚好将萧炎的路拦了下来。对于他这种行为，萧炎就像没看见一般，依旧前行。最后2人的身体轻轻撞击在一起，碰撞的刹那，萧炎面无表情，一股股劲力轰击在林朽的肩膀上。林朽本来是来找茬，结果却没有讨到半点好处，被萧炎撞得连连后退了3步。眼看萧炎无视他，径直走向空间之门，林朽脑门的青筋直跳，让萧炎不要嚣张。古界之内自会有人收拾他，他等着萧炎像死狗一样的爬出来。萧炎身形一顿，让这位2统领还是先顾好自己。说完，径直踏进空间之门，消失不见。萧炎身形消失后，林朽终于忍不住，一丝血迹从他的嘴角溢出。他没想到萧炎的实力竟然这么强，但古族还轮不到他这种废弃种族的贱种来。萧炎从空间之门出来后，便被古族的大手笔震惊。天空上10只飞行战船正在等候着他们。萧炎一行人上船后，十分惊讶，这个船竟然能在空间中穿梭。他的身后传来一道笑声，说这种战船是古族自远古流传下来的缩空舟，它的速度就连斗尊巅峰的强者都赶不上。萧炎偏过头，他身后站着一名白袍男子，男子的额头上一朵栩栩如生的火焰印记正缓缓燃烧。萧炎能感觉到这个人对他没有抱有什么不好的心思。白袍男子是来自炎族的火炫。火炫问萧炎此次前来是否也是为了天幕开启。萧炎第一次听说天幕，当下一愣，看到萧炎的反应，火炫才想起从萧玄陨落后，萧族再未有人来过古界。天幕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，其中有不少强者的墓穴，这里面就包括了萧炎的先祖萧玄之墓。天幕中拥有众多远古强者的能量印记，这些印记经过岁月的变迁，化为了他们生前的模样。只要将他们击败，便能够取得能量印记，并将之吸收，进而提升实力。而天幕中的时间比外界流逝的缓慢，5天相当于外界1天。不过天幕也有着限制，20年才开启一次，每一次在里面的时间最多3年，也就是外界的半年。而只有远古8族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其中，哪怕萧族已经落魄，但按照规矩，萧炎依然能够进入其中。对现在的萧炎来说，最缺的就是时间，所以对于天幕，他现在是极度的期盼。
萧炎郑重地对着火炫抱拳感谢。火炫笑呵呵地说：“这都是小事，日后进入天幕，说不定还要合作呢。”他还提醒萧炎多注意一下魂族和药族的人。注意魂族，自然是因为他们两族早就是死敌，而药族则是因为药老的缘故。火炫猜测，这次药族派来的人应该是号称人药子的药心级。药族的人对于外界的炼药师一向不怎么看得起，再加上萧炎是药族弃人药尘的弟子，如今又被传承是中州炼药师年轻一辈的最强者。他们见面的话，以人药子的性格，一定会给萧炎难堪。人药子是8品中级的炼药师，实力并不逊色于萧炎。不过他们要是找上门来惹事，萧炎也会让他们看看，药老教出来的弟子比药族所谓的核心族人更强。火炫离开后，萧炎一行人慢慢溜达到了船头的位置。一个身着劲装的长发男子盘腿坐在船头，他面前的小木桌上放着2杯盛满的清茶。萧炎看着这人装神弄鬼，转头就走。长发男子开口：“萧族的朋友既然来了，那么便请坐吧。”这个长发男子是黑眼圈的大统领古真。萧炎以为他专程等在这里是给领权等人找回面子的。古真云淡风轻地说：“那几个小子脾气暴躁，定力不佳。萧炎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天外有天，正好让他们收敛一下傲气。”古真告诉萧炎，古族非常看重斗帝血脉，古界中数量庞大的异民虽然血脉稀薄，但偶尔也会出现变异的情况，这种人便会成为古族的新鲜血液。而他们之所以有着这种进化的机会，是因为他们的体内都有着斗帝血脉，而覆盖斗帝血脉的方式也很简单，只需要与外族结合。寻常医民如此，古族的核心成员也是如此，不得与外族通婚，是古族明确的族规。话说到这里，萧炎自然知道古真找他的目的，但这对他来说依旧没什么作用。古真也没期望用几句话打消萧炎的一些念头，但他希望萧炎如果真的喜欢小姐，便不要拖累他。毕竟现在的萧族已经彻底没落。萧炎轻轻转动手上的那戒，斗帝血脉真的很厉害吗？古真一愣，当然厉害了，现在这些远古种族依旧强横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萧炎问他需要达到什么层次才能让古族无视血脉，得知要达到斗圣后，萧炎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会达到那个层次。斗尊和斗圣之间的壁障，即便是古族的绝顶天才也没有半点信心，但萧炎非常有信心，时间也自会证明一切。古真收住脸上的笑容，目光紧盯着萧炎自信的脸。他希望日后萧炎若是领略到了进入斗圣的困难，可以离开小姐，因为那样对他们都不好。萧炎能从萧家一介废物走到今天，凭借的就是未曾放弃。面对魂族，他丝毫不惧，古族也同样如此。就在古真心中轻叹时，战船到了古圣山脉。萧炎心头猛地一跳，陡然转头，目光直射远处云雾缭绕的一座山峰上。那里一道缥缈的青色倩影若隐若现，即便相隔甚远，萧炎依旧能感觉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熟悉和思念。古真缓缓起身，望着山峰上那道倩影，他的脸上浮现一抹复杂。这么多年以来，能让薰儿亲自来这里迎接的，也就萧炎一人。他希望萧炎能做到自己所说的。萧炎默默点头，从和古真的交谈中，他也察觉到薰儿在古族中面临了多大的压力，但谁也不能阻拦他和薰儿在一起，即便是古族也不行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多多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多多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